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没事多吃红豆，今天教你一个养生做法。这是我90岁外婆的拿手绝活，营养好吃还滋补，男人女人都适合。做法简单，不打豆浆不熬粥，比面包都好吃。天冷了，又到吃热乎乎甜滋滋的甜品的时候，红豆可是个好东西，营养丰富。可是天天熬红豆粥打红豆豆浆也腻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做法你一定会喜欢。首先准备适量的红豆，先把坏掉的挑选出来，发霉的有虫眼的比较影响口感，要提前去除。红豆富含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，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古人云，不要一堆，不如红豆一把，可见红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之高。然而红豆常见的做法如豆沙、熬粥，可能让孩子感到乏味。今天教你的这个神仙吃法，让你家的红豆变得美味有营养。红豆挑选好之后，将它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入清水，把红豆淘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灰尘杂质。洗干净之后，把脏水倒掉。接着加入清水，把红豆浸泡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。再准备一把黑米、一把紫米、一把糯米，放入碗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下手将它们淘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灰尘杂质。淘洗的次数不要太多了，一般淘洗2次就可以。淘洗次数太多了，它们里边的营养成分会容易流失。洗干净之后，同样把脏水倒掉。接着再加入清水，同样将它浸泡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。现在来看看，红豆已经泡好了，体积明显变大了很多，每一颗都是胖乎乎的。接着把红豆倒入电饭锅中，黑米、紫米、糯米也已经泡好了，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捏碎了，像这样的程度就差不多了。同样把浸泡的水倒掉，再将它放入电饭锅中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和平时煮大米的量一样就可以。再用筷子将它铺平整一些，这样熟得更均匀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按正常煮饭键，将它放在一旁煮着。趁这个时间，准备一把红枣、一把葡萄干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、1勺面粉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下手把红枣和葡萄干淘洗干净。葡萄干和红枣一样，表面有非常多的褶皱，容易藏污纳垢，而且在运输和晾晒的过程中，都避免不了会沾染非常多的灰尘杂质。食盐是颗粒性的，可以增加摩擦，而且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而面粉的吸附力比较好。加入这2样东西来清洗，就可以将它们更加容易的清洗干净。抓洗大约1分钟之后，把脏水倒掉，再加入清水将它们漂洗干净，直到水变得清澈就可以。像这样洗过的红枣和枸杞，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食用了。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控水捞出，放到菜板上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顺便去掉枣核。把枣核去掉，会更加方便食用，也更加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
接着再用刀将它们剁碎一些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全部剁碎之后先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红豆已经煮好了，大家可以看看煮成这样的程度，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捏碎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将它盛出来，再往里边加入2勺红糖，红枣、葡萄干也加进来。先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，使所有食材均匀的混合在一起。再少量多次的往里边添加糯米粉，糯米粉的量一次不要加太多，防止面糊太干了。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，最后将它搅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接着准备几张饺子皮，用擀面杖将它擀一擀，擀薄擀大一些。把准备好的饺子皮全部擀成这样就可以。现在取一点馅料，用手搓一搓，将它搓成一个小圆球，再把它放入饺子皮里边，将它包裹起来，怎么包都可以，只要馅料不会露出来就可以。再用手将它整理一下，整理成像这样就可以。直接放入蒸锅中，开火将水烧开，水开之后继续蒸上30分钟的时间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打开盖子，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这款丸子热量低，味道好，营养丰富，而且保存方法非常简单。蒸熟之后可以放入保鲜袋里，放到冰箱冷藏保存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再次蒸熟即可，非常方便，是一道美味营养的早餐选择。如果你厌倦了普通的包子，不妨试试这款丸子吧，相信你一定会爱上它的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